大家都知道我不用上班，在全世界旅居，但我到底是做啥的？别走开，今天的视频给你答案。不仅如此，我还会教给你如何搭建自己的线上生意，找到客户并扩大规模。进入正题，首先我是做什么的？一些背景提示。创业至今4年了，我开了1家公司，简单来说就是 online business， 搭建了2个个人品牌，现在在全世界旅居，去过10几个国家、几十个城市，目前在计划去西班牙，依然是一台电脑有网就能工作的数字游民。首先，我是我自己公司的老板，手下有4个员工，分别是帮我搞设计的、写内容的、剪视频的，还有做市场调研和分析的，并且劳动成本支出只有几百块钱1个月。什么这么便宜？对，因为他们都是 AI 真的让艺人公司变得越来越简单。说是艺人公司，但我也有一些稳定的合作方是人。但大家都是平等的关系，没有谁是谁的老板，我们都是就不同的项目进行合作，并且各自负责好自己擅长并且专业的部分。所以我以前经常说的，希望未来每个人都能以独立个体的形式参与到工作中，每个人都只是在为自己工作。这样的工作方式，我和我周围的小伙伴已经实行了很多年了。当然，我希望未来每个人都能实现只为自己工作。当然，在我的公司，除了我自己、合伙人、AI， 我也会招一些 freelancer 帮我完成一些需要反复沟通的执行类工作。其次，我有2个个人品牌，一个是你们认识的现在的我 Chestnut， 帮助不想上班的打工人搭建自己的个人品牌。另外一个是面向海外公司的 To B Marketing Agency， 叫 ZL Marketing， 并且我最近还在考虑再搞一个 online business， 帮助国内品牌出海，包括不限于 branding、social media marketing、paid ads、UX design 等等。如果你感兴趣合作的话，欢迎来聊。我现在依然希望我的线上生意能够尽量保持小规模、小团队，这样我能够灵活控制自己的时间，想工作的时候就工作，想休息的时候就休息。我做生意和创业的目标就是 sustain my digital nomad life, make a living doing what I love。听到这里，如果你对 online business 线上生意也感兴趣，那么今天我就来给各位云股东汇报一下，主要分为以下4个部分。一、赚钱和做生意的本质是什么？第二，线上生意跟传统的线下生意有什么不一样？第三，线上生意怎么做？第四，如何像我一样一个人开始创业？赚钱的本质就是价值交换，你提供多少价值就赚多少钱。所以一般来说，朝9晚5打工人提供的价值就是时间。但是你想想，一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打工也是效率最低的赚钱的方法。另一种赚钱的方法就是做生意，本质也是提供价值，但通过的方法不再是单纯的时间，而是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而你赚多少钱也取决于你解决的这个问题价值多少。比如我一直拥有的一项技能 digital marketing， 在公司打工和自己开始做生意之后所创造的价值和收益完全不一样。2024年了，还不知道 digital marketing 是什么？没关系，我之前出过一个视频，可以自己去看。我的这项技能，以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我的客户其实就只有1个人，那就是我的老板，因为他是付给我工资的人，他买的也就是我1天8小时的时间。但是我在创业之后提供的不再单纯是我的时间，而是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就是帮助国际品牌在中国的落地和推广。我可以跟很多不同的客户同时对接，而我赚取的收益也不再是像打工一样只有每天8小时这样一个很低的天花板。最爽的就是我的客户才不会管我1天工作几小时，在哪里工作，我只需要保证给到他们想要的结果，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就行。相信我，打工真的很影响赚钱。对了，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人都在犹豫怎么找到自己命定的事业。我觉得都不用打工了，干嘛还守着一辈子只干一件事、一份工作的固定思维呢？不用去限制自己。斜杠青年也是大势所趋吧，说不定我们都是多重潜力者，有着多重身份，经营着自己不同的生意。就像你有1个爱好，你也可以有3个爱好，你可以做1份生意，你也可以经营3份生意，怎么开心怎么来，开心玩也开心赚钱，就像我的 life slogan 一样 ，Life is a game, let's have fun together。第二，可能还有很多人不知道线上生意到底是什么，就是可以远程操作的生意，一切都可以在电脑上完成。我给大家用传统的线下生意做个类比吧。
第一，生意的搭建，传统线下生意的搭建，比如说你要开一个火锅店，你要去选址，你要去装修你的店面，你要去进一些材料商品，你要收款，你还得搞一个 POS 机什么的。对比在互联网上的线上生意，你的选址就是你去注册一个域名，你的店面就是你的网站。店铺装修就是你的网站 UX 设计，你的产品可能就是一些虚拟的 digital product， 你的收款方式也就是全线上的，像 Alipay 或者是信用卡收款等等。第二，宣传引流，传统线下生意的推广，大部分都是路过你们店铺的人主动走进来，还有一些就是靠发传单，在街边贴一些广告牌，或者是说搞一些线下活动等等。对应的线上推广就是 digital marketing， 比如你的网站关键词优化 SEO、社交媒体运营 social media marketing， 还有信息流广告投放。这样一来，你能吸引来的客户不再局限于本地你所在的小区、你的街道、你的城市等等，因为你面向的客户是全球互联网的用户。第三，生意的运营，传统的线下生意，你得招店员，你得定时定点打卡上下班，你还得管理库存、物流等等。线上生意，你的客服、IT、marketing 的人员都可以远程办公，而且你也不需要说到点就得关门了，可以24小时运营。更重要的是，你的产品没有库存限制了。比如说，你做的是软件这样的 digital product， 那么你的软件就可以无限次的销售。第四，创业的花费，如果你是线下生意的话，你需要花的钱一般都是店面的租金、人工成本、水电成本，还有进货成本等等。那么线上生意呢，所有的成本都是互联网的平台和工具而已，比如网站域名、网站搭建、线上推广、CRM 管理的平台等等。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全员远程办公的话，甚至还省下了线下租办公室的成本。如果你还不清楚线上生意是什么，再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我们最熟悉的电商就是线上和线下生意的结合。那么纯线上的生意有 SaaS 软件服务、线上课程、agency 咨询公司等等。还想了解创业成本这块，拿我的线上生意举例，我的成本仅仅是网站域名，一年100来块，网站托管的费用是一年150刀，人民币大概100来块，还有远程办公的线上合作平台 Notion Pro， 一年是618块。跟客户沟通的时候会用到视频软件，我用的是腾讯视频，一个月40块，一年是480。办公软件我用的是微软，一年是$70，大概人民币500来块。公司记账我外包给的专业的会计公司，一年是1000多。公司银行账户一年的费用是几百块，具体我忘了。比如我也是在做内容创作，所以还有一些剪辑软件、AI 工具等等，一年几百块。当然还有其他的像 social media management、email marketing 和 CRM 这样的工具，我还没有开始用，现在还是纯靠手工操作。像付费广告我也是尽量不投，纯靠内容引流，主打一个把创业成本压低，安全点拉高。偶尔我旅居的城市条件太艰苦的话，我也会去共享办公室办公，当然也只是偶尔。如果你愿意，完全也可以在家办公。我之前是因为在斯里兰卡其他地方网不好，我就每天去共享办公室，成本大概是在1000块钱左右一个月。总结一下，我的线上生意 online business 每年的固定支出大概是在1-2万之间，没有固定的人工成本，只是会偶尔根据项目的需要去找一些 freelancer。第三个部分，线上生意怎么做？首先你要确定的有4个点：第一，你要做什么行业；第二，你的目标客户群体是什么样的？大方向来说可以是 to B 或者是 to C， 国内还是海外；细化下来，你的客户是什么年龄、性别、生活方式，有什么习惯等等。第三，你的这个目标客户有什么具体的痛点或者是目标？第四，你能为他提供什么样的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是什么内容、什么形式、定价是多少？一般来说，产品的形式有软件产品，还有线上课程，还有服务。我感觉最常见的应该是服务吧，比如说像咨询公司和我自己做的 marketing agency 就是服务类的产品。对于产品的设计，我有2个建议。第一，就是不要一开始就想着做一个特别复杂、包含方方面面的产品，而是先从一个 MVP (Minimal Viable Product) 最小可行的产品开始。
原因就是没有人打造产品一次性就成功的，就是说一做出来马上就很受欢迎，有很多客户。对于没有太多经验的人，我的建议就是先打造一个最小可行的产品，试水，然后再在这个产品的基础上不断的更新迭代和进步，最后你才能慢慢的找到符合市场需求的 market fit product。第二，我的建议就是不要一开始就想着搭建一个平台，覆盖所有的客户，或者是说解决这个客户的所有难题。就算你的产品只是解决一小部分人的一小个问题，它的价值也可能是巨大的。比如说，在同一个行业的头部公司年利润在1000亿级别，那么即使你的市场份额只占其中的0.00000001，但你的年利润也可能在100万或者是1000万以上。最后，我始终相信，做生意它不是一个 zero sum game， 意思就是不存在因为别人赚到了钱你就赚不到钱，别人先开始做这件事你就没有办法再有机会做了。你需要做到有觉察，能够及时的看到自己的这些 limited belief 限制性的想法，不要让自己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就给自己设定了各种各样脑海里面的一些障碍。Anyway, let's believe in abundance。科学一点来讲，在线下生意，如果一条街上已经全都是火锅店了，你再去在同样的位置开一家火锅店，那肯定是会竞争非常激烈的。但是线上生意面对的是整个互联网的用户，也就是说所有人。如果你能够找到自己的细分市场，就是非常细的那一小撮人的话，那么你跟其他人就不是存在直接竞争的关系。对于个人而言，如果你的线上生意能够让你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并且你做的事情还是你热爱的，那么你的目标就不一定是做大做强，占据所有的市场份额，而是说 make a living doing what you love。最后一个部分，艺人公司怎么搭建？搭建艺人公司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建立自己的个人品牌，通过内容引流。简单来说，你本人就是你的品牌，你的服务或者是 digital product 就是你的产品。你通过做内容去宣传自己的品牌和产品，并且不断的搭建起自己的 community。比如我有自己的 online course， 教别人做 personal branding 和 digital marketing。此外，我也有自己的服务类产品，帮品牌做线上推广、内容创作、广告投放等等。大家最近感觉到了吗？艺人公司真的无处不在。比如以前的时候，我们能看到公司在招聘员工，但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看到个人在招聘他人。当然，这些个人背后可能也有一整个团队，比如某某某的工作室啊等等，但也可能是像我一样靠着 AI 的团队和一些 freelancer 在运营。还有大家观察到了吗？以前我们可能需要去一些专门的招聘网站上去投简历，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小红书这样的社交媒体上直接招人，而且这些岗位大部分都是远程办公，不需要996，不需要坐班等等。其实这些现象的出现是顺应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发展的规律，因此也有一个新的术语来描述这个现象，就叫做创作者经济。创作者经济指的就是个人能够通过在网上进行内容创作来获得收入。最开始的典型例子就是 YouTuber， 也是我现在正在做的。只要你在 YouTube 上面发视频，你的收入就跟你的观看量成正比。除此之外，很多内容创作者还可以通过内容订阅、赞助和带货等获得收入。讲了这么多，只是为了引出一个观点，在我看来，把 online business 跟内容创作结合起来才是比较可持续的方法。因为你不仅仅是自己公司的老板，你也是一个 content creator， 你不仅仅是在发内容，你也是在给自己的品牌和产品宣传。最重要的是，你不需要很多广告预算去做投放，你可以依靠自身的影响力去吸引来更多志同道合的高质量客户。这个世界正在从企业主导转变为个人主导，随着科技的进步，未来每个人都将以个体的形式参与工作。我相信在未来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的品牌。比如我的 role model 之一 Naval 说 Eventually everyone will be in the creator economy。下一期我会分享线上生意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领域，如何设计产品，如何扩大规模等等。当然，大家有任何关于创业和线上生意的问题，也可以随时问我。Bye, I'm Chestnut. See you next time.